巴勒斯坦总统再次访华，中国打出最后一拳。中东地区美国布局失败，而中国再进一步。大家好，我是吕哲。最近的消息好的一个接一个。前两天呢，我们刚聊的这个洪都拉斯总统访华打破了这个台独的美梦。那这两天洪都拉斯总统还没走呢，巴勒斯坦总统又来了。根据媒体报道说，巴勒斯坦国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已经抵达中国，开启他为期4天的访华之旅。而阿巴斯也是今年来华的首位阿拉伯国家元首。对于阿巴斯的访问，我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记者会上回应的直接有力。他亮明态度说，中方一贯坚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此话一出，不仅给巴勒斯坦吃了一颗定心丸，也给美国上了一剂猛药。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想大家都应该有印象，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对于巴勒斯坦这个国家，很多媒体的报道都称之为巴勒斯坦地区，或者说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而像这样统一口径称为巴勒斯坦国虽然不是首次，但是结合这个时间点，我们仍然能够嗅出不寻常的意味。我们可以大胆的判断，这或许意味着中国将在中东地区打出最后一拳。回想阿巴斯上次访华是在2017年，而就在阿巴斯2次访华这中间结有世仇的沙特阿拉伯和伊朗他们在中国的斡旋下恢复了正常的外交关系。此后，中国也顺势将更多的目光和关注投向了巴勒斯坦。早在今年3月份，中国中东问题特使就先后出访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就巴勒斯坦问题同两国交换了意见。4月份，中国外长秦刚也再次分别和巴以两国外长通了电话，表明了中方的态度。比起一边举高自由民主大旗，一边纵容以色列欺压巴勒斯坦人民的美国，中国对巴勒斯坦正义事业的支持不仅是在于在全球范围的呼吁，更在于实际的行动。因此在中美关系仍没有迎来实质性缓和的今天，地处中东的巴勒斯坦国和中国并肩，或许是再一次出乎了美国的意料。但实际上，这正是中国在中东影响力逐渐扩大之后水到渠成的结果。说来有意思，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一直没能如愿访华，倒是去了一趟沙特。就在本月初的时候，布林肯就前往沙特向其施压，要求推动沙特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或许美国是照葫芦画瓢，想学中国破局中东问题，但结果呢，沙特没答应。沙特外交大臣更直言，如果沙以关系正常化，的确可以为地区发展带来重大利益，但是呢，这是建立在巴勒斯坦地区和平的基础之上。言下之意，显然沙特已经把美国内心的小算盘看得明镜了话说到这儿，我们不得不提一个数据了，那就是沙特当地新闻网站公布的消息，说自从中国成功促成了沙特与伊朗和解之后，支持中国在巴以和谈中发挥重要的受访者已经达到了80%。换句话说，别说美国一味袒护以色列了，就算美国真的为了沙以关系正常化找上门，要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坐下来和谈，恐怕沙特人民都不乐意待见。因为沙特乃至整个中东地区的人民都知道，由美国促和谈真的谈不出什么结果。想当年，你看美国前总统这个克林顿也曾装模作样的把巴勒斯坦和以色列这个撮合在一起，签了一个什么和平协议。但这么多年过去了，巴以问题根本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解决，反而是被日渐边缘化，使得无人过问巴勒斯坦人民的利益与死活。而现在呢，巴勒斯坦国的总统访华，这不仅是相信中国能够在巴以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在中东地区更进了一步。至于美国，如果说沙伊和解预示着其中东布局的失败，那么现在中国介入巴以问题，那么美国的大中东政策显然更是一败涂地。好，今天吕哲观察就是这样，下期再见。